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有时候半夜刷手机刷到眼睛酸，突然会盯着天花板发呆？明明日子过得还可以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有饭吃，有觉睡，但心里像缺了块热乎的东西。就像小时候总想着爬树、翻围墙、去河边摸鱼，那种想干点疯事的冲动，怎么越长大越没了？明明看到别人去露营、去徒步，会偷偷羡慕；明明遇到想做的事，第一反应是算了吧，太麻烦，别折腾了。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今天要聊的这本书，可能帮你把那股劲找回来。濒临狂野的心 ，Wild at Heart， 一本让无数男生拍大腿说终于有人懂我的书，不是让你去当野人，是帮你重新摸到自己心里的那团火。先说说写这本书的人，一个没被驯化的老男孩，作者约翰·埃尔德里奇。不是什么端着架子的理论家，他是个当过牧师、爬过悬崖、跳过高空跳伞的老男孩。他写这本书的原因特别扎心，他发现现在的男生都被养废了。小时候被家长说别疯、危险，上学被老师说要乖、听话，工作后被社会说要稳定、别做，慢慢把心里那股想野的冲动给捂成了闷烟。但他说，每个男生心里都有一片荒野，不是让你去搞破坏，不是让你叛逆，那是你灵魂的老家，是你力气的来源，是你作为男生最本来的样子。你心里的荒野，不是洪水猛兽，是你活着的证据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过那种突然醒过来的时刻？比如第一次去露营，躺在帐篷里听风声，突然觉得这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或者路过操场看到小孩踢球，自己脚痒痒到忍不住上去踢两脚，那不是孩子气，是你心里的荒野在喊你，喂，别把我忘了。埃尔德里奇在书里讲过自己的经历，小时候他站在悬崖边看海，风把头发吹得乱乱的，他突然想跳下去会怎么样？不是想自杀，是想摸摸位置的感觉。后来他写这本书，就是因为想起了那个站在悬崖边的小孩。我差点把他丢了。他说，很多人把狂野当成贬义词，比如这孩子太野了，别发疯。但其实狂野是生命力的本能，是你想探索未知的冲动，是看到高山想爬上去的样，是对不一样的生活的渴望。就像他的一个朋友，年薪几十万的律师，每天穿西装打领带，却总说我像个铁线木偶。直到有次去参加荒野探险，在森林里住了1个星期，没有 WiFi， 没有文件，每天砍柴生火，煮野蘑菇汤。他突然坐在地上哭了，我好像找回了小时候爬树的自己。后来他辞了职，去做户外指导，现在晒得黢黑，但眼睛里有光。战斗精神不是打群架，是和生活死磕得很近。现在总有人说男生越来越娘了，不是说性格软，是没有扛事的劲。埃尔德里奇说，战斗精神不是让你去打架，不是让你冲硬汉，是面对恐惧时，你敢说我偏不？书里有个叫杰克的年轻人，一次车祸失去了双腿，别人都觉得他完了，他偏不，每天坐在轮椅上练手臂力量，练到胳膊肿得抬不起来。后来学轮椅篮球，摔得遍体鳞伤，却笑着说，我终于能跑了。他不是为了拿冠军，是想告诉自己，我还能和生活干一架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比如加班到凌晨，想摔电脑的时候，咬着牙把方案改完，或者被领导骂了，不是躲起来哭，而是第二天早到1小时把工作做到完美。这就是战斗精神，不是和别人斗，是和我不行的自己斗。不是要赢谁，是要告诉自己我还没输。我想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，每天加班到10点，挤地铁回家的时候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直到有天看到杰克的故事，我突然想，我连试都没试，凭什么说自己不行？后来我开始每天早起半小时写东西，慢慢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不是有多厉害，是我终于敢和摆烂的自己死磕。冒险不是瞎折腾，是给生活添点热乎气。很多人觉得冒险是有钱人的事，比如去南极滑雪，去非洲 Safari， 但埃尔德里奇说，冒险是主动给生活添点不确定，不是要你去做疯事，是把理所当然的日子掰出点意外。每天走同一条路上班，明天试着绕条远路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咖啡店。从来没做过饭，周末试着做个大菜，哪怕把鸡蛋炒糊。甚至只是关掉手机，去公园找棵树爬爬，注意安全啊。他自己就试过高空跳伞，不是为了装酷，是跳下去的那一刻，风把他的尖叫吹得老远。他突然笑了，原来我还敢做这么疯的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日子太稳了，早上7点起，8点挤地铁，9点上班，6点下班，10点睡觉，就像一杯放凉的茶，没了热气。而冒险就是给这杯茶加勺糖，添把火，让你重新尝到活着的味道。保护本能不是大男子主义，是你活在世界上的责任。
最后想聊个温柔的点，保护本能。埃尔德里奇说，很多人把保护理解成要赚很多钱养家人，但其实保护是我想让身边的人因为我变得更安心，不是要你去救世界。1. 下班路上给老婆带杯她爱喝的奶茶。2. 看到老人摔倒，赶上去扶一把。3. 朋友难过的时候说一句我在。4. 甚至只是陪儿子搭10分钟积木，告诉他有爸爸在，你可以放心疯。书里有个叫汤姆的消防员，牺牲的时候才28岁。那天火里有个小孩，他说我得进去把他抱出来，不是为了当英雄，是他觉得这是我该做的。他的葬礼上，那个小孩的妈妈哭着说，他给了我儿子第2次生命。保护不是大男子主义，是你对世界的温柔的狠劲，不是要你变成超人，是要你变成能让人靠一下的人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濒临狂野的心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变野的书，是一本教你怎么找回自己的书。它不是让你辞掉工作去流浪，不是让你去搞破坏，是让你重新摸到自己心里的那团火。一想爬树就去爬，注意安全。2. 想辞职就去试，先做好准备。3. 想保护谁就去护着，不用怕别人说什么，因为那是你作为男生最本来的样子。埃尔德里奇在书里写，不要让恐惧把你困在笼子里，你心里的荒野。在等你回去，我想起小时候爬树的自己，裤腿勾破了，手撑破了皮，却笑得特别大声，那不是调皮，是我在和世界打招呼，你好啊，我来了。现在的你，是不是也该和心里的那个小孩打个招呼？最后，想找回热乎劲的人，一起干这3件事。1. 去翻这本书，不是让你变成野人，是让你重新变成有生命力的人。2. 做一件小冒险，明天绕条远路上班，或者试着做个菜，给生活添点意外。3. 在评论区留个想，如果你也想找回那种活着的热乎劲，我们一起聊聊怎么唤醒野劲。觉得今天的内容戳中你的，麻烦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原来想也不是错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赶紧点个关注，下次我们聊更多人让你活过来的好书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心里的那片荒野，从来没消失过，它只是在等你，勇敢的迈出第一步。我是书海时光，我们下次见。